会活智库的各位老朋友，大家好啊，我是李敏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超级重要，跟每个人的钱包和驾照都紧紧挂钩的事情。您听好了，骑机车或者开车转弯，千万注意了。2026年交通大执法来了，你要是少做了这个动作，直接就是一张6000块的罚单飞过来，还要记点，搞不好驾照都会被吊扣。真的不是吓唬人，好多长辈就是在路口这么一转弯，哎呦，就中招了。收到红单子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掉了。所以啊，如果您是的一次来到我们会活智库，或者一直是我们的老朋友，但还没订阅，李敏在这里恳请您动动手指，按一下视频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还有它旁边那个亮晶晶的小铃铛。这样做了之后，以后咱们频道只要有最新的长辈福利政策，或者是像今天这种能帮您直接省下6000块的救命资讯，您就能的一时间收到通知了。咱们一起守住荷包，平平安安。好了，闲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我们先来把这笔账算清楚，让大家知道这个痛到底痛在哪里。以前啊，转弯没让行人，可能罚个1、2千、2、3千，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不小心嘛，罚就罚了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现在可完全不同了，新法上路，罚则是直接翻倍往上涨的。如果您是开汽车的，不管您开的是小轿车还是大休旅，只要被警察抓到没有礼让行人，统一价6000元新台币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直接就是最高额处罚。那如果您是骑机车的朋友呢？罚款是1200元起跳，但如果您情节比较严重，照样可以罚到6000元。什么叫情节严重？比如说您不但不让，还对着行人按喇叭催他快走，或者车子硬是从人家面前很近的地方修，一下钻过去，警察通常就会把罚单开得特别重。除了罚钱这个明面上的损失，还有一个更烦人、后患更大的隐藏处罚，那就是记点和上课。只要违规一次，就在您的驾照上记3点。这个3点可不得了，因为按照现在的规定，如果您1年之内被累计记满12点，您的驾照就会被吊扣2个月。您想想看，在这个路口没让，记3点，下个路口又没注意，再记3点，这样来来去去，只要不小心违规4次，整整12点，您的驾照可就暂时飞走了。到时候别说开车了，连心爱的小摩托都骑不了，只能走路或者去挤公车。这还不算完，您还得在指定时间内亲自跑一趟监理站，去上足足3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。对于我们长辈来说，这真的是折腾人，要专门安排时间跑到那里坐着听几个小时的课，可能还要考试，光是这个时间成本和精神上的麻烦，李敏觉得就已经远远超过那6000块钱了。所以咱们真的千万不要跟自己的钱过不去，更不要跟自己开车的自由过不去。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到底怎样做才算是合格的礼让？怎样才绝对不会被罚呢？这是很多长辈最困惑的地方。有时候觉得自己明明慢了，让了，怎么还是收到罚单？心里那个憋屈啊！这里李敏要教给大家一个最核心的判断标准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，这就是3公尺帝王条款。警察在执法的时候，主要就看2个重点：第一，你的车子有没有暂停；第二，你的车子跟行人的距离够不够。第一，关于暂停，当您的车子转弯，快要碰到斑马线的时候，只要看到有行人打算要过马路，您的车头就必须完全停下来。注意哦，是完全静止，像定住一样，不是慢慢的、缓缓的滑过去。如果您只是减速，但轮子还在往前滚，警察就有权认定您没有礼让，单子可能就开出来了。第二，关于3公尺，这是最关键的数字。您的车头和行人身体之间必须保持至少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。3公尺到底是多远？很多长辈没什么概念，李敏教大家一个超级简单的判断方法，那就是竖格子。现在马路上的斑马线大多都画成一条一条白色的长条纹，有点像铁轨的枕木，我们叫它枕木纹。每一条白线的宽度加上它和下一道白线之间的间隔，整个加起来大概就是几十公分。最实用的方法是，您的车子和行人之间至少要隔开3个这样的枕木纹，也就是3个白格子的距离。如果行人已经走进这3个格子的范围里了，您就必须停下来，等他完全走过去。如果您在距离他不到3个格子的地方，
觉得过得去就硬穿过去，那100%就是违规了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，李敏一定要帮大家纠正过来。很多长辈会想，我从行人背后，等他走过去了，我再从他后面钻过去，这样总没事吧？或者是那个行人还在对面车道走呢，还没走到我这边，我赶快先转过去，应该可以吧？千万不要这样想。现在的规定严格的不得了，只要行人踏在斑马线上，而且他是朝着您这个方向走的，只要他进入您前方3公尺的这个范围，您就得停下来等。就算行人已经走过去了，您紧贴着他的背后，距离不到3公尺就开过去，警察如果严格执法，照样可以给您开单子，因为这样会给行人带来很大的压迫感和危险感。所以最安全、最不会出错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只要斑马线上有人，不管他在左边还是右边，不管他离您看起来还有多远，只要他表现出要过马路的意思，您就乖乖的、彻底的把车停下来，等他完完全全走过去，走到对面的路沿上了，您再启动，多等那么几秒钟，10秒钟就能稳稳省下6000块，还能保住驾照。李敏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划算的等待了。这时候肯定有很多长辈要问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，李敏啊，你不知道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是低头族，过马路也在滑手机，走得慢吞吞，甚至还有闯红灯的，这样我也必须要让吗？太不公平了。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，也是很多开车、骑车的朋友心里共同的痛。不过李敏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有点残酷的真相，是的，您还是得让。虽然行人闯红灯或者走路太慢，警察确实可以罚他，一般是500元，但那是警察和行人之间的事。作为驾驶，您肩负的责任是更大的。如果您因为行人闯红灯就不让他，甚至因此撞到他，在法律上，这很可能被认定为应注意、能注意而未注意，或者是未礼让行人，您还是要负起肇事责任，那6000元的罚单照样跑不掉。这就是为什么它被叫做帝王条款，因为它对驾驶者的要求非常高。您可能会觉得非常冤枉，非常不公平，但法律这样设计的逻辑是，车子是铁包肉，行人是肉包铁，车子撞到人，后果可能非常严重，人碰到车子，最多车子刮伤。所以法律要求我们这些强者要去礼让弱者。所以为了咱们自己的荷包着想，也为了避免之后无穷无尽的官司和纠纷，看到人就让他先走，不管当时谁对谁错，让他先过。我们坐在车子里，吹着冷气或者暖气，多等一下真的没关系。他在外面，不管是晒太阳还是淋雨，让他先走，咱们既安全了，也是一种善意的体现。老话说得好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能省下6000块，那才是实实在在的。这里李敏还要补充一个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地方，就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。现在很多巷子里面，小路口是没有设置红绿灯的，甚至连斑马线都没有画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行人要过马路，我们要不要让呢？答案是一定要让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，在这种没有信号灯的路口，车辆本来就应该暂停，让行人先走。如果您在巷子里转弯，没注意到正在过马路的邻居老伯伯，把人家吓了一跳，或者真的碰到了，一样算是未礼让行人，罚单照样会来。还有一种容易搞混的情况，就是右转箭头灯亮起的时候，很多大路口会有专门的右转箭头灯。当它亮起绿色箭头时，很多驾驶朋友会觉得这是我的专用时间，就急着转弯。但是别忘了，这时候直行方向的行人信号灯往往也是绿灯，行人是可以走的。所以您的箭头灯只是允许您通行，但绝不代表您可以无视正在走斑马线的行人。在这种路口，绝对是行人优先，您必须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完。另外，关于科技执法，大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。现在越来越多的路口都安装了自动照相机，专门抓拍不礼让行人的车辆。这种机器是24小时不休息的，而且它的眼力比警察还要好，还要精准。它会自动侦测您的车辆和行人之间的距离，只要电脑判断距离不足3公尺，咔嚓一声，照片就拍下来存档了。所以千万不要抱着警察不在就没关系的侥幸心理。科技执法是没有感情，不会通融的。等罚单寄到家里的时候，上面清清楚楚印着时间、地点，
还有您车子与行人间距离的辅助线，想赖都赖不掉。那么，如果很不幸真的收到罚单了，觉得自己被冤枉了，有没有申诉的机会呢？如果您确实认为当时保持了足够距离，可以拿着您的行车记录器画面去提出申诉。如果画面能够清清楚楚地证明，当时您的车和行人之间的距离确实超过3公尺，或者行人是等到您完全通过之后才突然冲出来的，那还是有机会撤销罚单的。所以李敏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，不管您是开车还是骑机车，一定要安装行车记录器。这不只是为了万一发生事故时厘清责任，更是为了在这种被冤枉的时候，能有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铁证。接下来，我们再讲讲一些特殊的车辆情况。很多长辈习惯了骑机车，机车的体积小，操控灵活，很多时候，长辈会觉得我从行人和路边之间的那个小缝隙钻过去就好了，反正又不会撞到。李敏要提醒您，这恰恰是最容易被罚钱的一种心态。机车虽然小，但在法律的定义里，它属于汽车的一种，也就是广义的动力交通工具。所以那个3公尺的规定，对机车是同样适用的。而且正因为机车没有车可保护，这样钻缝隙反而更危险，更容易因为视线死角或者重心不稳而擦撞到行人。如果您骑的是微型电动2轮车，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电动自行车，虽然这种车不需要驾照，但它也是动力车辆。如果您骑着它没有礼让行人，一样要接受处罚。千万不要觉得我骑得慢，车子小就没事了。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况，就是有导护志工的路口，特别是在早上上学的时间，学校附近会有导护妈妈、导护爸爸拿着旗子指挥交通。这个时候，请大家一定要听从他们的指挥。如果导护志工把旗子放下来，拦住了车子，示意让小朋友们先过马路，您如果还硬要闯过去，那就不只是罚6000块钱的问题了，那是和全校的师生、家长作对，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。有些热心的家长甚至会直接拿出手机录像举报。这里李敏要特别强调一下关于视障朋友的礼让规则。如果您看到拿着白色手杖或者带着导盲犬的视障朋友正在过马路，这时候您的礼让标准要提得更高，不仅要稳稳地停下来，而且绝对不可以按喇叭。因为视障朋友看不见，突如其来的喇叭声会让他们受到惊吓，惊慌失措之下反而容易跌倒或者走错方向。如果您看到他们走的方向有点偏了，或者好像在犹豫，最好的做法是，如果安全，可以下车去轻声询问是否需要帮助，或者就安安静静地停在原地，等他们安全通过。法律有规定，如果您未礼让视障者，罚款是加倍的。骑机车的话，罚款直接从2400元起跳，开汽车的话，罚款则是7200元。再来，我们聊聊开车时一个物理上的难题 ，A 柱死角，这是导致很多转弯车祸的主要原因。汽车前挡风玻璃左右两边的那2根斜柱子就叫做 A 柱。当您向左转弯的时候，左边的 A 柱很容易就会把左前方斑马线上的行人给挡住。很多驾驶出事后都说我真的没看到人，往往就是被 A 柱挡住了视线。怎么破解这个致命的死角呢？李敏教大家一个简单却非常有效的动作，摆头。当您准备要转弯的时候，身体可以稍微往前倾一点，头向左或者向右多摆动一下，主动地绕开 A 柱的遮挡，去看清楚斑马线上到底有没有人。这个动作虽然有点麻烦，但它真的能救命。现在很多驾训班教练都在反复强调这个指叉确认和摆头的动作。我们长辈开车经验丰富，但有时候恰恰会因为太有自信而忽略了这些细节死角。除了 A 柱，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死角，叫做内轮差。这对于开大货车、大客车，甚至是大型休旅车的长辈来说特别重要。什么叫内轮差呢？就是车子在转弯的时候，后轮行驶的轨迹会比前轮的轨迹更靠近转弯的中心。简单说，就是车子后面会往内扫。很多驾驶在转弯时看到前轮已经过了，以为后面就没事了，结果后轮就把站在转弯角落里的行人或者机车给卷进去了。特别是如果您开的是比较大的休旅车，这个内轮差的范围会更明显。所以我们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出更多的空间，不要贴着路缘或者安全岛太近。转弯的速度也一定要慢，最好慢到随时可以一脚刹停的程度。这里李敏还要提到一个现在很常见，
但很多长辈不太适应的东西，就是行人庇护岛。现在很多大的路口，为了保护一次过不完马路的行人，会在斑马线中间设置一个像小岛一样的等待区域。当您左转的时候，如果习惯切西瓜，也就是还没开到路口的中心点，就急着提早向左转，就非常容易撞上这个行人庇护岛。最近新闻也常常报道，有驾驶因为这样撞上岛员，导致翻车或者爆胎。这不只是车子修起来要花一大笔钱，如果在撞击过程中还伤到了正在庇护岛上等红灯的行人，那罪过可就太大了。所以左转的时候，请一定要耐心，把车头多开出去一些，开到路口的中心点附近，再开始转动方向盘，转出一个近似直角的弯，而不是一条斜线。这样既能稳稳地避开行人庇护岛，您的视线也会更开阔，更容易提前看到斑马线上的行人。讲完了怎么开车能既安全又不被罚，黎明也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讲讲怎么当一个聪明的行人。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坐在车里，当我们不开车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是行人。虽然有帝王条款保护我们，但那只是法律层面的，在现实世界里，我们的血肉之躯是绝对撞不过钢铁车身的。所以长辈们走路过马路的时候，也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。第一，穿得亮一点。特别是我们很多长辈喜欢清晨天还没全亮就去运动，或者晚上吃过饭去倒垃圾、散步，穿着深蓝色、黑色、灰色的衣服，在昏暗的路灯下，驾驶真的很难立刻发现您。建议大家准备一两件浅色、亮色或者带有荧光条的衣服，晚上出门散步时可以套上，或者手里拿一个小小的闪光灯 LED 灯，让远处的驾驶老早就能注意到您的存在。第二，千万不要鬼探头。什么叫鬼探头呢？就是从路边停着的车子，不管是合法的还是违停的车头前面，突然一下子跑出来想过马路。这是所有驾驶最害怕也最来不及反应的情况，因为视线完全被路边的车辆挡住了。所以我们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，如果实在没有斑马线，也要找视线开阔的地方，确认左右两个方向的来车都确实看到了您，并且停下来了，再快步通过。第三，尝试眼神交流。当您走在斑马线上，看到有车子正要转弯过来，不确定他会不会让您的时候，可以试着去看一下驾驶座司机的眼睛。如果您发现司机也在看您，甚至对您点点头、挥挥手，那就表示他看到您了。这时候您再过去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如果您发现那个司机眼睛在看别处，或者好像在讲电话，那您最好先停下来，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安全去赌他一定会刹车。说到眼神交流，这里李敏也给开车的长辈们一个小建议。当您停下来礼让行人的时候，如果看到行人有点犹豫，不敢过来，您可以主动的、友善的朝对方挥挥手，示意让他先走。这个小小的动作可以立刻消除对方的疑虑，加快大家通过的速度，也能体现出我们作为长辈驾驶人的风度和体贴。还有一点，关于圆环的礼让规则，现在的圆环设计有时候比较复杂，很多长辈开车进去就有点迷糊，不知道谁该让谁。基本的原则是，已经在圆环环道内的车子有优先权，准备要进入圆环的车子必须停下来让环内的车先走。但是当您在圆环里行驶，准备要出去的那个出口如果有斑马线，您一样必须停下来礼让行人。圆环里车速虽然一般不快，但视线容易被环岛中央的景观挡住，更要小心突然出现的行人。最后李敏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心态上的想法。现在的交通环境跟我们20-30年前年轻的时候真的不一样了，警察执法严格，遍布摄像头，老百姓也懂得用手机举报，行人对自身路权的意识也非常高。我们作为长辈，作为经验丰富的驾驶人，观念也要跟着时代一起更新进步，不要总觉得这是政府在抢钱。换个角度想想，这么严格的规定，何尝不是在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呢？因为当我们不开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那个走在路上的行人，就是那个可能走得比较慢的长辈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开车的人都能养成看到人就停的习惯，那我们的孙子孙女，我们自己出门走路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安全很多？这张6000块的罚单其实是一个强烈的提醒，它在告诉我们，开车慢一点，对别人让一点，我们获得的平安就能多很多。各位会活智库的老朋友，
您觉得这个转弯罚6000元的规定怎么样？您有没有遇到过行人慢悠悠过马路，让您等得心急如焚的经历？非常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，跟大家吐吐苦水，或者分享一下您自己避免被罚的小秘诀、小技巧。更重要的是，请您务必把今天李敏讲的这些内容转发给家里所有会开车、会骑机车的亲人，不管是儿子、女儿、媳妇、女婿，还是自己的老伴，告诉他们，转弯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瞪大，看到斑马线上有人，不管远近，先停下来就对了，千万不要跟自己的6000块钱过不去，这一转过去，可能就是半个月的买菜钱，真的赔不起啊！我是会活智库的李敏，祝愿大家每一次出行都平平安安，荷包也稳稳满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